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这个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的定义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通过求解薛定谔方程或者狄拉克方程这种没有任何鲜艳性质的量子力学基本方程来求解材料的各种基本性质。这是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非常基础的一个念想。它有多种优点。首先，我们只需要原子种类和坐标，理论上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几何信息和电子结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能量和力的信息。所以，计算力学性质和电子结构性质都是可以的，而我们只需要原子的种类和坐标的信息。然后，第二条是我们可以计算电子结构的重新分布，这个在化学键的断裂和形成过程中非常的有用，在非反应力场之类的立场，经典立场中，其实这个过程是缺失的。第三点是误差来源相对比较明确，我们可以知道计算的精度和计算的级别，这样的话出现误差的时候比较容易校准，或者去分析这个误差的来源，并且去做一些这种参数化的调整之类的，并且具备可重复性。理论上，只要这个软件写的是对的，除开一些少量的数值误差之外，不同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软件应该是能得到相同的结果的。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使用不同的软件或者产品，就都可以放心，不会因为换了一个软件就计算的有问题。当然，第一性原理计算终极的目标是我们不想依赖任何的经验或者近似，就可以严格的求解这个多体的薛定谔方程，也就是下面这个，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实现所谓的第一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最终我们还是要做近似的。因为下面这个东西实在是就如同这个漫画里的人一样，这个计算量相当的大，大家不太受得了。那么为了求解呢，做的第一个近似是什么？就是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也就是所谓的绝热近似。这个图非常的经典，是北大的李新珍老师经常引用的一个图。这个胖子，大概统拉马蜂窝的胖子就是原子核。然后边上追赶它的这些蜜蜂就是可以理解为电子。由于原子核非常的笨重，所以它是逃不脱这些蜜蜂的攻击的。无论这个人怎么跑怎么动，这些蜜蜂总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他们的基态，也就是围绕这个人，然后去攻击它。正如同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子核和电子的运动去近似解耦电子是处在一个原子核的市场中，也就是这些蜜蜂总会围绕着这个人去转，而原子核会处在一个电子包围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有效市场中去感受它的力。这里就是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下刚才的寒食薛定谔方程就会发生改变。回忆一下量子力学的知识，它其实相当于是从一个寒食的方程变成了一个静态的方程。静态的方程的话，这个能量本征值是不随时间变化的，所以相对来说解起来会比较容易，并且电子的哈密顿量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的，就是包括电子自己的动能、电子的相互作用，以及电子感受到的核的一个市场。而原子核呢，就因为和这个电子已经解耦了，所以原子核其实是在电子构成的有效的市场中运动，它的运动是可以遵循经典的分子动力学的。也就是说，我用这个电子结构计算获得了体系的总能，一个静态的总能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是得到了这么一个微点的势能。这样的话，就跟经典力学里这种解析的市场是有对应关系的。原子核就相当于在一个这种由电子构成的市场中运动，只不过它的形式可能不是一个很解析、很明确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势能面的概念。势能面的概念就是因为原子核是没有波动性的，它被作为一个经典粒子的时候，总是我们对于这个高维的空间每一点就是对应一个原子坐标，所有原子的一个坐标的一个集合，我们总是可以计算得到一个总能，对吧？就是平时大家做的 SCF。如果我们假设能够便利这个高维空间所有的 R 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势能 V 和这个所有原子坐标 R 的一个函数关系。这个函数关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势能面。那么原子核的运动解决了之后呢，我们怎么去求解电子结构呢？因为这个里面还是包含了多体相的，多体相依然非常难解，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下面这两位，就是在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边是 Bob， 然后这个是孔恩。左边这个可能就是做量化的人比较熟悉，这个 Bob 其实就是
最常用的高斯，就是大家经常用那个6-31G 的一个发明者。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波函数方法的一个支持者。从这里开始，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处理这个多体方程的近似方面呢，我们的理论出现了分歧。左边的这位就是从 Hartree-Fock 为基础。Hartree-Fock 有精确的交换能，但是是没有关联相互作用的。如何引入关联呢？大家有可能是做那种 MP2、MP3 一路做下去的这种围绕论，还有就是可能去做那种就是每一种壳层的 Hartree-Fock 去做的话，去作为一个机组的话，可以有一个多组态的展开。这个是波函数方法，当然，这个波函数方法精确性随着组态的越来越多，或者围绕的级别越来越高，它应该是越来越准的。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计算量就是 MP2，就是从这个 Hartree-Fock 的 n 的4次方叠到 n 的5次方 ，MP 后面每加一个数，这个 n 指数就加一个，就非常的吓人。另一种呢是基于这个电荷密度的方式去做，也就是孔恩这一边。也就是这边是大家现在用的最广泛的一种，因为它在精度和效率上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做凝聚态的时候，一般波函数的方法不是很好使用。孔恩先生已经在2016年已经离开了我们，不过他的这个方法呢，就仍然在不断的被发扬光大。密度泛函理论的基本思想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对于我们的真实系统是所有的电子互相之间都是有相互作用的，这个很难解。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放在一个有效市场中？在这个有效市场中，其实这个电子就会变成一种准粒子。当然，我们在计算中还是把它称为电子。它们是有相同，这两个系统是拥有相同的基态的。而在这个态里面有准粒子是相当于经过了一次解耦，这个时候它在有效市场里的准电子互相之间是没有相互作用的。这样的话，这个体系就从一个多体相互作用变成了一个单体的一个单粒子的一个方程。当然，在这个框架下，其实每一项都是有对应的关系的。这里就是每一项单独分出来。这个哈睡项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电子的一个静电式。然后把所有的能量，包括动能啊、外市场、哈睡项，还有这些算不出来的这种什么交换关联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构成一个空善的有效式。有效式中，就是在一个有效式中的一个等效的定态方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善方程。这样的话，所有方程里唯一的未知量就是在这个交换关联的泛函里面，所以 DFT 的精度其实就是交换关联泛函的精度。大家去发展新的泛函，去提高泛函的精度，就可以把 DFT 无限的理论上去无限的逼近真实的这种多体的相互作用的体系。虽然目前这个路途还比较遥远。时至今日，密度泛函理论其实已经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比如我们这种计算能带、计算缺陷能级和计算载流子的迁移率或形变式或者是电生耦合，这一项主要指的是在半导体领域就可以有很多的作用。我们从这种真空管的时代到硅的时代，再到现在这种 LED 的这种，大家在晚上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漂亮的灯光秀，其实有做计算的人出了一份力在背后。我们这种 NEB 计算相图，比如说这种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的在各种条件下的相，以及脱锂脱钠的一个形成能的转变是可以预测电压的。第一性原理的分子动力学是可以预测锂电池里的裂纹、锂质晶生长，还有这种锂离子的迁移率。这些计算方法在现在特别火热的新能源领域里也是有诸多的应用场景的。而第一性原理计算是可以计算这种极化的电荷，还可以去计算结合自由能，还可以去拟合这种高精度的示函数。这样的话，在生物制药里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现在针对这种新冠还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做的那种靶向的药物的话，其实第一性原理计算也是可以去指导大家去做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其实是可以比较自豪的。计算机的发展赋予了第一性原理计算更大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比如说，这是汪老师发明的 LS3DF 方法，在2022年的时候，在腾讯云的一个240个 V100上，其实是可以做到突破100万级原子数的硅原子的计算，并且它的这个计算是非常符合线性性的。只要给足够的计算资源，第一性原理结合一些线性标度的方法，是可以把原子的计算尺度拓得很大的。这样在一些本来比较
那麻烦的这种100纳米级别，本来是在介观中间这一段是一个空白，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算相关的这种体系。同时，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还可以和机器学习示函数拟合精度特别高的示函数，区别于传统的这些解析的示函数。机器学习的示函数是可以以一种神经网络的形式把势能面重构一下，这样就可以把第一性原理计算，或者说我们此处的密度泛函理论的精度拓展到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尺度。现在是可以干到1亿个原子了。那么密度泛函理论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头了呢？我们是不是等着现在就是只要等着爬梯子，等这个梯子爬到最高的时候，这个密度泛函理论就可以解释我们所有需要的实验现象，预测我们所有需要的性质的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否定的点其实就在激发态和超快动力学上。